大魔王转生成10岁小孩究竟有多爽？被2个大姐姐抢着给他吸枕，还附赠掏耳朵服务，把雷欧舒服的欲罢不能。前世的他哪享受过这种待遇，都是他给别人吸枕的。不知不觉就回忆起了前世叛逆女神趴在自己大腿上的场景。此时两人的王国才刚刚建立起来，女神却说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了，她要转身到1000年后的世界，希望到那时候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样子，雷欧都能找到自己。于是雷欧向他保证一定会找到他。再次睁开眼睛，却发现自己又躺到了谢利亚腿上，看着那张和叛逆女神有些相似的脸，雷欧一时有些恍惚。在他们圣剑学院的学生救出王女之后，王室的军队迅速前去清剿兽人余孽，没想到戴着面具的雷欧突然出现，瞬间就将那些士兵石化。在绝望之际拯救了这群兽人的他，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收入了麾下。兽人们没有第二个选择，只能乖乖俯首称臣。雷欧还为他们取了新的称号魔王之影，然后为自己的新部下创造了一个地下迷宫作为容身之处，好让他们在这里好好磨砺爪牙，随时准备跟自己一起反抗帝国。话音刚落，家里大人就打电话来催了，雷欧只能甩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离去。打电话喊他回去的是谢利亚。今天早上他起床后去雷欧的房间，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黑发女仆，但一眨眼女仆消失不见。谢利亚便给雷欧打电话询问，发现对方没接电话，就先去洗了个澡。而雷欧一看到谢利亚打来电话，就立刻瞬移回来了，刚好撞上大姐姐换衣服的场景，立刻背过身去装作啥都没看见，又刚好被雷吉娜撞见这一幕，这下可真是百口莫辩了。吃饭的时候，谢利亚和雷吉娜两人聊起了他们宿舍凭空出现的女仆幽灵。雷欧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夏丽，不过并没有解释，就当她是幽灵吧。他借口今天早上出去是为了演习比试做准备，这个演习比试是团队赛，昨天晚上他们已经制定了精密的计划。开局雷欧和谢利亚率先配合拿下一城，另一边菲涅和雷吉娜则负责守城。菲涅利用自己的圣剑对周围进行监测，一旦发现目标就告诉雷吉娜，由他来击退。小叶作为攻击力最高的剑士，负责突破中央，但其实这只是佯攻，真正负责摧毁四面副旗帜的是谢利亚和雷欧。结果两人还是被敌方首领芬瑞斯的槟榔给拦了下来。没想到芬瑞斯作为队长，竟然选择了防卫据点旗帜，同时派出自己的圣剑槟榔去阻拦小叶，又让2名攻击手去进攻谢利亚他们的主旗帜。虽然看起来像个任性的大小姐，不过这位芬瑞斯会长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他和谢利亚互相看对方不爽已经很久了，刚好借此机会做个了断。说着，芬瑞斯将圣剑转换了形态，2只槟榔嵌在了他的拳头上，他直接朝谢利亚冲了过去。谢利亚将圣剑横在身前勉强抵挡，却被2只槟榔给咬了。但他意识到芬瑞斯他们的主旗帜无人守护，那么只要在这里打倒他们，这场团战就是他们18小队的胜利。一想到这里，谢利亚用力推开了芬瑞斯，随后挥起圣剑劈砍过去，却反被震退到树上。芬瑞斯又召唤出2只槟榔，分别冻住了谢利亚的2只手。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脱身。然而就在芬瑞斯以为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，他的小跟班却被雷欧直接打掉线。雷欧的出色表现鼓舞了谢利亚，他竟然硬生生冲破了那些兵，凌空一跃朝芬瑞斯竖劈下去，将人死死压在身下。胜负已经分明，芬瑞斯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。最终还是谢利亚他们赢得了胜利。比试结束后，大姐姐们带雷欧去大浴池美美泡澡，和4个美少女一起光着身子泡澡，这种好事儿，前世的大魔王雷欧想都不敢想。不仅有谢利亚帮他洗头，还能看到雷吉娜对小叶上下其手的场景，雷欧的脸瞬间就羞红了起来。洗完头后，也背对着4个大姐姐，啥也不敢看。但是谢利亚他们要搭手庆祝这场胜利，雷欧不得已挪了过去。而在雷欧美美跟大姐姐们泡澡的同时，一个人形虚兽君主正在将圣剑一把一把注入面前的大水晶中。这大水晶俨然跟当初封印雷欧的那块如出一辙。人形虚兽称其为预言中的女神，难道会是雷欧心心念念的叛逆女神吗？紧接着，一座巨大的遗迹缓缓出现在海面上，这一切自然被战术都市给监测到了。经过扫描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这居然是6年前消失在虚无领域中的第3战术都市，
也是谢利亚和雷吉娜那灭亡了的故乡。现在消失的都市正匀速向东南方向航行，大概需要7天就能抵达这里，而且上面还发出了2次求救信号，说不定上面还有幸存者。所以圣剑学院想派谢利亚他们的18小队前去调查，有幸存者就拯救幸存者，没有的话就让他停止航行。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任务，但如果成功的话，谢利亚和他的小队也能一举扬名，重现当年家族的光辉。这也是管理局的意思，他们想要再造一个英雄。谢利亚对此毫无意见，雷欧自然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去。临走之前召唤出了夏利和布莱卡斯，告诉他们神圣教团的旗帜出现在了离这里很远的废都上，所以自己要带着夏利前去调查，让布莱卡斯好好守护这个自己的王国。很快几人就开着飞机起飞了。就是在这里，谢利亚和雷吉娜争着为雷欧提供吸枕。等他醒来后，飞机已经快要抵达废都了。他们直接降落到了甲板上，发现这座都市已经是一片废墟，而且到处都是浓雾环绕。谢利亚和雷欧前去中央都市调查模拟炉，另外3人去确定求救信号的发现地点，每隔1小时进行固定联络。菲涅还要一只天眼跟着谢利亚他们，而雷欧也悄悄召唤出夏利，让他保护那3人。这里曾经是谢利亚从小生活过的故乡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故乡变成这副模样，他的心情非常复杂。就在这时，警报响了，上空突然射下来几发光线，而且目标像是直冲着谢利亚。紧接着，一只巨大虚兽显现出来，另一边，一个赤裸的少女出现在了废都的街道。她也是1000年前的人，对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陌生，也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从废弃的服装店拿了套衣服穿上后，登上了天台。不管怎么样，她会被送到这里，就意味着女神再次复活了。这时，她注意到了谢利亚他们的那架飞机，正在疑惑时，之前的人形虚兽出现在她身后。白毛知道面前的少女就是1000年前的妖精勇者雅露莱，以及她手里那把剑是专门用来破坏女神容器的。她也报上姓名，自称是虚兽君主涅法肯斯。雅露莱直觉这不是个好人，但是在发起攻击后人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巨大的巨兽。与此同时，谢利亚的大腿被倒下的柱子压住了，眼看虚兽又要发起攻击，雷欧立刻将眷属转移到了下方，紧接着撑起屏障挡下攻击，又射出一发爆裂咒弹，总算将虚兽暂时击退。这只虚兽有能使低位魔术无效化的神圣防护，既然如此，雷欧就用超位魔法来对付他。先是用极具威压的重坏咒弹将虚兽从天上压下来，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，施展第9阶魔术焦热盐狱炮，巨大的火球迅速降到虚兽的背上，灼烧的痛感令其痛苦嘶吼，却无法挣脱。最后，雷欧用一发神灭雷击结束了战斗，虚兽顿时烟消云散。他赶紧下去查看谢利亚的伤势，谢利亚的腿受了重伤，即便拥有吸血鬼女王的恢复能力，短时间内也无法自主行走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竟然浮现出了几个人影。雷欧刚想发起进攻，就被谢利亚拦住，因为他注意到了领头那个人影的身上有公爵家的纹章。在已经消失了6年的废弃都市上，竟然见到了曾经的老熟人，这样的场景怎么看怎么可疑。那几个人正是谢利亚父亲麾下骑士团的骑士，只是他们现在已经化为了灵魂，求救信号也是他们发送的。不过他们并非想要求救，而是想传达警告。骑士告诉谢利亚，大狂骚将会席卷第7战术都市，这片土地上又出现了新的虚兽君主。那个君主依附于这座都市的魔力炉积蓄力量，想必不久后就会觉醒。听到这里，谢利亚有些焦急，想尽快调查这座废弃都市，将情报带回第7都市。不过现在的他需要休养，万万没想到这些骑士幽灵竟然为他安排了家常林肯。但是因为没人会开车，雷欧就召唤出了2头不死马，让他们拉着车在街上急速奔驰。而笑耶他们则遇到了那位妖精勇者雅露莱，雅露莱的剑法瞬间引起了笑耶的注意，可他们圣剑的力量和之前的涅法肯斯如出一辙，让雅露莱误认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，不由分说就发起了进攻。结果分分钟就被笑耶给压制了，因为他的背部受了重伤，还在出血。清楚这一点的笑耶并没有过多发难，他们还为雅露莱治疗了伤势，然后联系上了谢利亚。治愈伤势需要消耗魔力，谢利亚现在急需雷欧的鲜血，
得到允许后，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，狂啃小正太的脖子。正啃着的时候，菲涅发来了通讯，双方简单交流了一下各自的状况，最后决定在克里斯塔利亚官邸会合。被打断后，雷欧也不想让谢利亚再继续吸了，掏出一套漂亮的红裙子，表示这是要给予得力眷属的最高级装备。这件礼服可以将吸血鬼女王的魔力转化为肉体的强韧度，这样谢利亚之后就不会轻易受伤了。说完后，雷欧将礼服送进了谢利亚体内，战斗的时候只需要想象自己身穿礼服的样子，就能将其召唤出来。毕竟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遇到许多危险，还是要尽量确保谢利亚的安全。接着雷欧又给了他几个骸骨挂件作为护身符。另一边，雷吉娜他们也为亚路莱包扎好了伤口。亚路莱声称自己是为了完成使命才出现在这里的，而他的使命就是讨伐女神，其他的却不愿意再多说。感谢完几人后，就拿起剑准备离开，结果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。小叶便拿出面包邀请他一起吃。虽然菲涅他们在数据库中查不到这位亚路莱的信息，暗中保护他们的夏利却知道了清清楚楚。此人乃是6英雄中剑圣西达尔克的关门弟子，还暗杀了好几个魔王军的将军级人物。当年一心想取他们家魔王大人的首级，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也来到了1000年之后呢？夏利并没有立即传讯息给魔王大人，而是静观其变。此时的雷欧和谢利亚已经来到了那座宅邸，这里是谢利亚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过往的记忆一点一点涌上心头。那么漂亮的房子，如今却变成了这副破败的模样。谢利亚泪流不止，来到一堆书旁边，这以前是他父亲的书房。大小姐的泪水让骑士们无比心疼，他们对视一眼，用自己残存的魔力将房子暂时恢复成了原本富丽堂皇的样子。谢利亚仿佛又看到了父亲给自己讲故事的场景，然而下一秒幻象就消失了。出现在谢利亚面前的是涅法肯斯，谢利亚还以为他是这座都市的幸存者，一听到自己被错认成了人类，涅法肯斯震怒，他何时受过这样的侮辱？说完后就直接朝他们发起了攻击。毫无防备的谢利亚被火球击中，雷欧听到动静后立刻起身赶来，敢惹人家魔王的老婆，你小子等死吧！